只剩10分钟了，新娘必须马上下楼。先等等，我眼线晕开了，总不能让我顶着花妆陪依依出门吧？别急，慢慢补。今天结婚的人是我。我知道啊，正因为是你的婚礼，我才不能随便应付。万一让别人看我妆花了，不也会让你没面子吗？周树白，出门及时是8点58分，现在下楼刚好来得及。我就在这里，不过多等几分钟，婚礼又不会办不成。你清楚现在几点吗？知道。既然知道，8点58分前我必须坐进婚车。若薇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她妆花了，不往再走有什么问题？就是啊，依依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你不会连这几分钟都不肯等我吧？糟了，越擦越花了，看来只能全部卸掉，重新画一遍。重新画，再拖下去，及时肯定会错过。我也不想这样，难道让我一只眼睛黑一只眼睛花着陪新娘下楼吗？够了，不过是补个妆，你们有必要一起逼她吗？旭白，我失恋了，你能不能来陪我？若薇出事了，我去看看。你先吃蛋糕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旭白，我喝醉了，你能不能来？你在哪儿？别乱走，我马上过去。电影还没结束，你答应今天陪我的。若薇喝醉了，我得去接她，你自己回去。新郎新娘准备，马上拍下一组。旭白，可以开始了。旭婉，我的鞋子磨脚好疼，我走不了了。别走了，上来，我背你。旭白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周旭白，我们的婚纱照还没有拍。每一次只要他开口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丢下我。所以今天你也要为了他让我错过出阁的吉时。别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，不过是多等几分钟。我们7年的感情，难道还比不过一个时辰？周旭白，你说的对，你能想明白就好。7年的感情，的确不该毁在一个时辰上。依依，你早这样想，大家也不至于闹得这么难看。所以8点58分，我会准时出门。若薇还没有补好，你怎么出门？他可以慢慢画。伴娘不下楼，你一个人怎么走流程？许之言，你别再闹了！没有我这个新郎，你怎么准时出阁？至于新郎，你以为非你不可，我换一个就是了。这点小事，依依，你不会真因为这点小事就拿婚礼赌气吧？许之言，别说这种幼稚的话。是不是赌气？8点58分你就知道。旭白，只剩8分钟了，楼下车队都在等，真的不能再拖了。外婆放心，若薇很快就好，婚礼所有环节我都安排好了，不会出问题。换做以前，他说不会出问题，我一定会信。可现在，满屋亲戚都在等我出门，他却为了他的一条眼线，让所有人停在这里。旭白，我们凌晨4点就起来准备，就是怕耽误吉时，你不能让伊恩一直等。阿姨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拖延，今天这么喜庆，大家别因为我闹不开心。这么多人都看着，你就别闹了。到底是谁在闹？头车已经启动了，再不下楼，后面的流程全部会乱。周旭白，8点58分，我必须出阁。糟了，颜色拿错了，两边颜色不一样，我得卸掉重新画。全部重画，根本来不及。若薇，你先跟着下楼，上车之后再补。阿姨，车里那么颠，我怎么画？楼下又全是人，难道让我顶着2种颜色出去，给依依丢脸吗？耽误新娘的吉时才是真的丢脸。大伯这么说，好像我是故意害依依一样。我和他认识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是我让他留下补妆的，有意见冲我来，别都欺负若薇。只剩8分钟了。我知道，我们的婚礼不会因为迟几分钟就办不下去，7年的感情更不会被一个时辰影响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的感受也不重要。你最后也得嫁给我。原来他不是觉得我重要，他只是认定，无论受多少委屈，我最后都会嫁给他。呀，怎么越擦越花了？唐若薇，今天结婚的人是依依，不是你。阿姨，我知道，正因为是依依的婚礼，我才不能马虎。再给我3分钟，我一定画好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现在跟我下楼，还是留下继续等他？许之意，你非要在今天逼我吗？依依，你今天真的有些过分。你结婚紧张，也不能把气全撒在我身上。好，你继续画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不逼你了。8点58分，我会准时出门。怎么还没有下楼？
伴娘要重新画眼线，新郎坚持留下陪她。爸，我不是不把意义放在心上。别叫我爸！若薇是一儿最好的朋友，今天这种日子，所有人都收拾得体面一点，有什么错？体面？你让新娘站在这里等伴娘卸妆重画，这叫体面？你让满屋亲友陪着她耗时间，让楼下车队等着看笑话，这也叫体面？叔叔，您别这么说旭白，我承认是我耽误了几分钟，可我也是为了意义好，我打扮得漂亮一些，她的婚礼不也更圆满吗？我女儿的婚礼圆不圆满，什么时候轮到你的眼线决定了？旭白，我真的没有恶意。够了，若薇只是想把妆补好，你们为什么非要把她想得这么坏？到现在，你还在护着她。爸，依依，爸不能看着他们这样欺负你。没事。8点58分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准时出阁。若薇根本来不及补好，她不下楼，我们怎么一起走流程？她可以留下。她是你的伴娘，少一个伴娘，婚礼照样能举行。许知怡，你非要拿整场婚礼赌气吗？你真的舍得取消婚礼？两边亲戚都来了，酒店宾客也在等，你让爸怎么面对外面的道论？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若薇失恋了，我去陪她。我生日那天，她说自己失恋，你陪她喝了一整夜，她知道我爱了她7年。依依，旭白陪你过生日了吗？她临时有事，生日改天再过，也知道我父母顾及颜面。旭白，我脚疼，真的走不动了。拍婚纱照那天，他说脚疼。我背你进去。周旭白，摄影师还在等我们。若薇脚疼，我先送她进去。你当着我的面把她背了进去，所以他认定，无论他怎么偏心唐若薇，我最后都会忍下来。你说的对，依依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。我的确舍不得，从前，可那只是从前，不是现在。许知怡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不能再等了，摄影师、车队和宴会厅全部准备好了，再拖1分钟，后面的流程都会乱。旭白，你要是真想娶依依，现在就带她下楼。伴娘留下补妆就行，新郎新娘必须先走。是啊，哪有让新娘等伴娘？你们什么意思？我是伴娘，我不跟着下楼，后面的流程怎么办？少一个伴娘，婚礼照样办，错过吉时才是真的难看。旭白，够了，不过是补个妆，你们为什么都冲着她来？最后1分钟。周旭白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现在跟我下楼，还是留下继续等他？等若薇把妆补好。好，我已经说过不能耽误吉时，所以我该下楼了。许知言，你要干什么？出阁。你一个人怎么出阁？别拿婚礼开玩笑。既然你不愿意牵我，那就不必由你牵。依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我不过就是补个妆，你有必要把事情闹成这样吗？把事情闹成这样的不是我。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两边亲戚都到了，酒店宾客也在等。你现在一个人下楼，是想让所有人看我们的笑话吗？真正让所有人看笑话的人是我吗？依依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他已经想清楚了，吉时到了，依依就出阁。我的女儿，谁也不能再让我的女儿受委屈。还有30秒，新爸，娘必须马上下楼。我想好了。许知心，你究竟还要折腾到什么时候？直到我不再委屈自己。依依，别再闹了，等若薇补完妆，我们一起走。还剩15秒，不过晚几分钟而已。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只剩15秒，出口就在眼前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旭白，我的眼线马上就好了。若薇是你的伴娘，她不下楼，后面的环节怎么办？这就是你的答案。你下去又能怎么样？没有新郎，我看你怎么上婚车。7年，我以为只要我再多忍一点，再多退一步，他总部还会回头看我。可原来他不是看不见，他只是从来没打算选我。既然这样，那这一步就由我自己走。新娘出来了，摄影师准备。新郎怎么没有一起下？先按吉时接新娘。时间刚好，准备开车门。这辆车不在车队名单里。贺景深，许知言，走吧，我带你去结婚。依依，吉时已经到了，去吧，不用怕。妈妈都在，
你们在干什么？爸妈，今天明明是我和叶儿的婚礼，从现在开始已经不是了。就因为我晚了几分钟，你们就要把新郎换掉？不是我们换掉你，你自己放弃了站在他身边的机会。依依，我只是让你等若薇补完妆。刚才让他等的时候，你不是一点都不着急？现在及时到，你倒是知道急了。贺景深，这是我和许知意的婚礼，轮不到你插手。你的婚礼，新娘出门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旭白，看来周先生也不缺人陪。依依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我看得很清楚。你别冲动，先跟我回去。酒店还有那么多宾客，两边亲戚也都在等着我们。周先生，请你自重。她是我的妻子。登记办完了吗？仪式举行了吗？我们在一起7年，所有人都知道她今天要嫁给我。可她现在还不是你的妻子。她更不是一件你想丢下就丢下、想追回就追回的东西。你凭什么带她走？就凭她需要新郎的时候，我准时到了。走吗？走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我知道，我只是不再嫁给你。依依，你下来！你现在跟他走，酒店那边怎么办？婚礼怎么办？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属于我和许知意的婚礼早就准备好了。依依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说婚礼早就准备好了？酒店、婚纱、宾客、司仪，一样都不少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1个月前。1个月前？我准备的不是一场临时替备的婚礼，是你有一天愿意回头时，我能给你的选择。依依，今天不用害怕，也不用考虑别人怎么看，你只需要决定一件事。什么？你愿不愿意安心做我的新娘？愿意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去参加属于我们的婚礼，剩下的都交给我。好。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依依，旭白，你先冷静一点。别碰我！我要去把依依找回来。不必追了，爸，我承认刚才是我做错了，您先让开，我现在就去把依依追回来，我会向她道歉，婚礼还能继续。先别叫我爸，从你选择留下陪唐若薇的那一刻起，我们许家就不认你这个女婿了。叔叔，我和依依在一起7年，您不能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就让她嫁给别人。小事？我女儿一生只有1次的出阁吉时，你却让她穿着婚纱站在满屋亲友面前等另一个女人补眼线。她给了你1次又1次机会，最后1分钟，她亲口问你是带她走，还是留下等唐若薇？你还是选择了那个女人，现在成了一件小事。旭白，你的手机一直在响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依依真的跟着贺景深走了？旭白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刚才突然来了一群人，把女方亲友全部接走了。他们说这场婚礼取消了。你不是去接新娘了吗？许知意人呢？依依走了。他怎么可能走？他跟你在一起7年，今天怎么可能突然跟别人离开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你跟我下楼，还是留下继续等他？妈，我马上去找他。旭白，你先冷静一点。依依也太任性了，不就是我补妆耽误了几分钟吗？她直接取消婚礼，还跟着别的男人离开，有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？现在2家人都成了笑话，这件事怎么能全怪我们？别说了，你冲我发什么火？婚礼又不是我静婷的。婚礼的确不是他静婷的，可从头到尾，真正把许知意逼走的人是我。贺景深，你准备的未免太周全了。我说过，我从来没有拿婚姻开玩笑，要么不出手，要么就把所有事情安排好。所以你真的准备了1个月？准确来说，准备这1天的时间比1个月更久。依依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妈，我不是为了报复周旭白，我只是不想再回到那种日子里。你不后悔就好。你小子今天倒是来得及时。叔叔放心，
今天即使，以后也不会迟到。话别说得太早，您可以用一辈子监督。易爷，阿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不是，阿姨不是盼着你原来的婚礼出事，阿姨的意思是……伯母，我明白。都怪这小子，什么都不提前跟我们说明白。妈，现在先让易易换婚纱。许小姐，您今天真的很漂亮。易，我来接你回去。回什么地方？回我们的婚礼。酒店里的宾客还在，爸妈也都等着。现在赶过去，一切还来得及。医师，我知道你在生气，可结婚是一辈子的事，你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就随便嫁给贺锦深。随便，我今天要是跟你回去，才会后悔一辈子。你还在怪我陪若薇补妆？你以为我只是因为今天吗？周旭白，这7年里，只要唐若薇开口，你就不是这样的。那是怎样？他生病找你，你去；他失恋找你，你也去；他连眼线花了，都要把你留在身边。如果今天我跟你回去，以后这样的事只会继续发生。你会告诉我他没有恶意，你会说是我想的太多，然后让我一次又一次忍下去。那种日子，我只要想一想就觉得喘不过气。不会了，易，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儿，保持距离。我会和若薇保持距离，我不会再因为她把你丢下。你现在保证，是因为我真的离开了？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什么都可以改。可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在楼上，我问过你一次；走出房门前，我又问了你一次。最后1分钟，我还在等你。等若依把妆补好。可每一次，你都选择了他。我没有选择他。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下楼？我只是觉得不会真的离开。原来如此。易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并非不知道我会伤心，你也不是不知道今天对我有多重要。你只是认定我爱了你7年，舍不得离开，所以无论你怎么伤害我，我最终都会留下。我错了，易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没有机会了。易，你真的不准备嫁给旭白了？今天这件事说到底，不就是我补妆耽误了几分钟吗？取消婚礼，临时换掉新郎，两家人难堪，有必要吗？不就是我补妆耽误了几分钟吗？你有必要取消婚礼，临时换掉新郎，把两家人都弄得这么难堪吗？几分钟？我结婚，你要补妆；我准备出阁，你偏要卸掉眼线重新画。满屋亲友，楼下车队，全都在等你一个人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每一次你都说自己不是故意的。我和周旭白约会时，你喝醉了，一通电话就把他叫走。我当时身边没有别人。我过生日时，你失恋了，他陪了你整整1晚。我那时候真的很难受。我拍婚纱照时，你脚疼，他又把我丢在原处去照顾你，3次都赶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。为什么每次我最需要周旭白的时候，你都刚好需要他？那只是巧合。一次是巧合，次次都是吗？你就是故意针对我，是不是故意？你心里最清楚。旭白，你就任由他这样污蔑我吗？旭白，你不一定想嫁给周旭白。你胡说什么？但你一定要证明，在他心里，你比我重要。所以今天你不是非要补好那条眼线，你只是想看看他会不会在我的婚礼上依然选择留下陪你。你今天是故意拖延的。当然不是，旭白，你怎么能相信他不相信我？你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我已经不在乎了。但这里是我的婚礼，你们刚才差点耽误我的出轨吉时，现在还要来搅乱我的婚礼吗？什么你的婚礼？你跟贺景深这也能叫婚礼？你明明是被旭白气昏了头，临时换了一个新郎，临不临时与你无关。怎么与我无关？你前一刻还要嫁给旭白，下一刻就坐上别人的婚车。许之意，你以为换一件婚纱，这里就真能变成你的婚礼吗？她是不是这里的新娘，轮不到你决定。我只是说事实。事实是，酒店是我提前订的，婚纱是我亲自挑的，宾客、司仪和证婚人也都是我安排的。
你早就准备了这场婚礼。没错，贺景深，这是我和意义之间的事情，你和他之间。刚才或许是，但现在，她是我的新娘。她只是因为生气才选择你。她做什么选择，不需要你替她解释。我们有7年感情。所以呢，7年时间，就是让你在婚礼当天丢下她，去陪另一个女人补眼线，请周先生和唐小姐出去。意义，你再认真想想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周旭白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许之意，你今天冲动嫁给贺南山，迟早会后悔。我绝不会。怕吗？不怕。后悔吗？我只后悔没有早点离开他。婚礼即将开始，请新娘准备入场。爸，爸没事儿，爸只是庆幸你终于没有再委屈自己。别哭，今天是你重新开始的日子。贺景深，叔叔，依依以前受过委屈，我把她交给你，不是让她去另一个地方继续忍耐。您放心，我不会只在今天对她好，我会用以后每一天证明她没有选错人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我会记一辈子。今天不许哭。你管的还挺多，以后管的更多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哪里不满意也可以告诉我。现在告诉你，还能换吗？能。婚礼不满意，以后每年5办一次。至于新郎，不接受更换。接下来，请新郎说最想对新娘说的话。我和许之意认识20多年，她小时候很爱哭，摔倒会哭，考试没讨好也会哭。贺景生，今天一定要说这些吗？可她也很倔，每次哭完，她都会自己站起来。长大以后，她不爱哭了，她开始把所有委屈藏起来。她会为了喜欢的人不断退让，哪怕一次次被丢下，也总想着再给对方一次机会。我以前总以为，只要她幸福，我站得远一点也没关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看着她受委屈，却什么都不做，才是我最后悔的事。以后要是后悔了，就回头看一眼。7年前，我对她说过，如果有一天后悔了，就记得回头看一眼。这7年，我一直站在她身后。我原以为他永远不会回头，可今天他终于看见我了。完了，今天的妆算是彻底哭花了。没关系，花了也好看。意义，我等了你7年，不是想让你补偿我，你也不欠我任何东西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再也不用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，包括你吗？尤其包括我。你可以生气，也可以任性，不想笑的时候就不必勉强自己，想哭的时候我会陪着你。你想吃糖醋小排，我就学着做，只是学着做，不好吃就重新做，一直做到你满意为止。我会好好爱你，不只是在今天，是以后每一天，是一辈子。贺景深，7年前我没有回头，但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把你留在身后，所以，我愿意嫁给你。只是回趟娘家，你买这么多干什么？第一次正式陪你回门，总不能空着手来。你这也不叫没通手，你是准备把商场搬进我家？加分，第一次上门表现好一点，可以给考察期加分。看你接下来的表现。意义，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，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我知道你还在恨我，你想错了，我已经不恨你了，因为不值得。意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已经和唐若愚断了联系，以后她生病、喝醉或者遇到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再去管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我们在一起7年，难道7年的感情真的抵不过那天发生的一件事吗？你到现在还觉得那只是一件事？我承认那天是我做错了，可我已经愿意改了。不愿意改，是因为你失去我了，不是因为你终于明白我曾经有多难过。我提醒过你无数次，要和唐若薇保持距离，你每次都说我小心眼，说我想的太多，直到我真的嫁给别人，你才忽然知道自己错了。意义，我只是明白的太晚了。
你能不能看在我们7年的感情上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？周旭白，我已经嫁人了。可你和他才结婚几天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你能确定他以后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吗？我不能确定以后会发生什么，但至少在我最需要新郎的时候，他准时出现了。而你明明就在楼上，却选择陪另一个女人。那只是几分钟，对你来说只是几分钟，对我来说却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易，周先生，他不想让你抱。你真的一点机会都不肯给我？那天在楼上，我给过你；走到楼梯口时，我也给过你。8点57分，我最后问了你一次。等若薇把妆补好。是你亲手把所有机会都用完。如果那天我跟你下楼，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可你没有。依依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挽回了吗？有些人一旦错过，就是真的错过了，不是一句后悔就能把那天的8点58分重新追回来。你们看见了吗？新娘马上就要出阁了，伴娘却非要重新画眼线。更离谱的是，新郎居然真的留下来陪她。新娘只是几分钟就要上婚车，她还坐在镜子前慢慢卸妆。这哪里是补妆，分明就是故意抢新娘的风头。就是她，婚礼当天让新郎陪自己补眼线的那个伴娘。事情根本不是视频里看到的那样，我只是想把妆补好，不想在朋友的婚礼上失礼。你想要体面，难道新娘就不需要体面？周旭白只是帮我拿一下化妆包，我们本来就是朋友，这有什么问题？谁的消息？有人说唐若薇离职了，想知道原因吗？她辞不辞职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。那就别看了，睡一会儿，到了我叫你。许志文，下来！干什么？带你去吃冰棒。我妈不让我吃冰的。那我吃，你站在旁边看着。贺景山，你怎么这么欠揍？你先下来，追得上我再说。行了。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你小时候特别欠揍。那你现在还想揍我吗？看你接下来的表现。看来考察期还没结束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说考察期啊？因为管用。哪里管用？每次我说完，你都会多看我2眼。自作多情。那再问你一遍。什么？嫁给我以后后悔过吗？从来没有。这就够了。你一直担心我会后悔。偶尔。你不是说自己准备的很充分吗？婚礼可以准备，人心又不能提前安排。那你继续好好表现。表现得好，能提前结束考察吗？看情况。这么严格？毕竟关系到一辈子，当然要认真。曾经看清的人，不必再回头追赶。错过的及时，也许不是遗憾，而是命运将我送到了真正属于我的人身边。这一次，我没有迟到，他也准时出现。今天又有什么安排？去贺家祠堂。去祠堂做什么？把你的名字正式写进贺家族谱。大唐伯和几位族中长辈已经到了，他们似乎并不同意许小姐入族谱。写进族谱？写进族谱？老爷子亲自发话，今天必须办完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之前怎么没告诉我？以前怕把你吓跑，现在你已经是我老婆，跑不了了。该办的规矩总得办。谁说我跑不了了？你爷爷好相处吗？对我挺好。对你带回去的人呢？那得看他的心情。所以今天是鸿门宴。祠堂里人多，闲话也多，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。什么？你是贺太太，谁让你不痛快，你就告诉我。然后呢？我会让他更加不痛快。依依，过来。爷爷，怎么瘦了？是不是这小子不给你饭吃？爷爷，您孙子会饿着自己老婆吗？你从小就不是个会照顾人的东西。您当着我老婆的面，多少给我留点。你还有面子？老爷，吉时已到，可以开始入谱仪式了。跪下敬茶。等一下，大唐伯，爷爷的亲侄子，贺家近一半的生意由他负责。唐伯好。把他的名字写进族谱之前，有些事情必须先说清楚。说，我听说许小姐原本要嫁给另一个男人，婚礼当天，原来的新郎已经到了许家，她却当众换了对象。人尽皆知，外面现在都说贺景深娶了一个在婚礼当天临时悔婚的女人。我不是反对他们结婚，但贺家不是普通人家，娶进来的媳妇儿品行、名声和家世都必须经得起查问。说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大伯也是为了贺家的名声着想，意义是吧？我是你三婶。三婶，你刚进贺家，可别觉得我们是在故意为难你。我们贺家的规矩向来多，不像外面的普通人家，做什么事情都能随心所欲。既然嫁进来了，家里的规矩就得认真学，以后做事情也得多考虑家族的颜面，不能还像从前一样一时冲动，想换新郎就换新郎。三婶，三婶，您别把话说的那么重，依依才刚嫁进来，怎么可能立刻学会贺家的所有规矩？依依，
我是景深的堂姐贺青言，我嫁进了宋家，你以后叫我青言姐就行。青言姐，别紧张，你从前接触的生活和我们确实不太一样，第一次进入这种场合不适应也很正常。以后多看多听，少说话，慢慢学，总有一天能融进这个圈子。青瑶姐的意思是我以前接触的圈子配不上贺家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担心你不懂规矩，进入贺家以后会不适应。现在谈适不适应还太早，他有没有资格把名字写进去，都还没有定论。依依，你也别怪长辈说话直接，婚礼当天换新郎的事情确实不光彩。大唐伯和三婶也是为你好，你把当时的事情解释清楚，再向几位长辈表个态，以后安分守规矩，这件事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。什么时候我妻子入族谱，还需要你们商量吗？景深，族谱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它代表的是整个贺家的脸面。让我自己说。唐伯质疑我的品行，三婶觉得我不懂规矩，青瑶姐又认为我配不上贺家的圈子。没人说你配不上，可你们说的每一句话不都是这个意思吗？既然几位长辈都对我有意见，那今天就一次说清楚。但在教我规矩之前，我想先问一句，你们真的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婚礼当天换上新郎吗？无论有什么原因，婚礼当天临时换人，终究有损名声。依依，大伯只是让你解释清楚，你也不必这么咄咄逼人。我原来的新郎为了陪伴娘补眼线，让我穿着婚纱等到出阁前最后1分钟。我给过他3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我问他是跟我下楼还是留下陪那个女人，他选择了他，就因为迟了几分钟，你便当场换掉新郎。那不是几分钟，7年，那是我用7年终于看清了一个人。我结束一段让我不断受委屈的感情，不是冲动，更不是品行有问题。可你当天就嫁给景深，难道不是临时起意？唐伯，这件事我来回答。那天的酒店是我提前订的，司仪是我请，婚纱是我亲自挑的，婚车、捧花、宾客和证婚人也全部由我安排。你提前准备了婚礼？提前1个月。可你明知道她当时要嫁给别人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让她回头的时候有一条可以离开的路。所以她不是婚礼当天随便换了一个男人，是我在8点58分准时去接我的新娘。唐伯刚才说这件事让贺家丢了脸，可婚礼是我准备的，人也是我接走的，真要追究，也该先追究我。景深，你这是在强词夺理！我只是在说事实。三婶，您刚才还说依依嫁进贺家以后要学规矩，我也是为她好，进了贺家，礼数总要懂。该有的礼数是做自然对待，但她嫁进来不是来接受你们审问，更不是来受委屈的。景深，你怎么能这样跟长辈说话？三婶要是真心教她，我替她道谢；可要是借规矩贬低她，那这规矩我们可以一起慢慢研究。景深，三婶没有恶意，依依刚进入贺家的圈子，我们提醒她2句也很正常。青言姐，你嫁进宋家的时候，宋家也让你少说话多听话吗？他们也当着一屋子人的面质疑你的家世和品行？当然没有。既然你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规矩，为什么觉得我妻子应该接受？好了，我可以尊重贺家的礼数，所谓的规矩，但尊重不代表任由别人用所谓的规矩贬低我。我嫁给贺景深，也不是为了挤进谁的圈子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愿意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我选择了贺景深，不是因为贺家的性命能让我高人一等。叔，您听见了吗？她还没有正式入谱，就敢当着长辈的面如此放肆，这样的女人！方管家，在，把许知意的名字写上。叔，老爷子，这件事是不是应该再商量一下？我的孙媳妇入族谱需要跟谁商量？谁还有意见？现在就站出来！不敢说，那我替你们想个办法。谁不同意意义入谱，就先写一份退出贺家的申请，我亲自批准。看见没有，爷爷明显偏心。你以前可没告诉我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了。礼成。唐伯、三婶、青言姐，还有哪位长辈想教我妻子规矩？今天不妨一次说完。看来大家都没有意见，多谢。老爷子能护她一时，也护不了她一辈子。唐伯说错了。什么？我从来没打算让别人护我一辈子。往后的路，我们会一起走。刚才紧张了？没有。手心都出汗了，还嘴硬。我不是紧张。那是在担心什么？你刚才说的太直接了。大唐伯掌管着贺家近1半的生意，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顶撞他，以后会不会被他为难？他管着的生意再多，也还是贺家的。爷爷没有放权，他就翻不了天。可他离开的时候脸色很难看。徐志毅，你刚才不是还说不需要别人护你一辈子吗？这2件事有什么关系？你不需要我保护，不代表我能看着别人欺负你。他要是识趣，大家还能维持表面的体面。要是不识趣呢？那我就教他识趣。
你们贺家人说话都这么强势吗？不，爷爷比我强势。爷爷为什么那么护着我？就算我们小时候认识，他今天也护得太明显了。你还记得小时候被我抢走冰饼的那次吗？你小时候抢过我那么多东西，我怎么知道是哪次？直接哭着跑去找爷爷告状的那次。就是他抢我的冰棒，还说我腿短追不上他。就是逗他一下。你欺负人还有理了？我好像有点印象。那天爷爷收拾完我以后，对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依依这丫头心地好，性子也倔，她以后要是真能嫁进我们家，是你小子的福气。”所以你在贺家早就有位置了，甚至在你还没有想过嫁给我的时候，爷爷就已经认定你了。你当时怎么回答的？我说我才不要娶一个爱哭鬼。贺景深。但我回去以后，偷偷高兴了一整晚。晚上我要吃糖醋小排。就这一道。不然呢？你今天在祠堂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至少应该让我做一桌菜赔罪。你还会做一桌菜？当然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先夸我2句。菜还没端上来就想先听好话，先做，夸不夸看我心情。你现在越来越知道怎么拿捏我了，还不是跟你学的。你还要打多少遍？打到他肯接为止。她已经嫁人了。他只是还在生我的气。到了现在，你还觉得他只是生气？他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，最后1分钟，他还在等你带他下楼。可你为了一个伴娘，把自己的新娘丢在楼梯口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为了唐若薇，把婚礼毁了，把2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别提他了。等若曦补完妆。这是我这一生说过最愚蠢的一句话。她就是唐若薇吧？新来的那个，就是婚礼视频里的伴娘。新娘只剩几分钟出阁，她还要重新化妆。不止，新郎还一直守在她旁边，替她拿着化妆包。她和新郎到底什么关系？她自己说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会在别人婚礼上这样抢存在感？上班时间你们不用工作吗？唐若薇，来一下。唐小姐，你的个人能力我们原本是认可的。那您找我有什么事？你入职之前并没有向公司说明你身上存在这么大的舆论争议，那是我的私事，工作能力和私人生活有什么关系？原本没有关系，但视频传播以后，已经有客户明确表示不愿意由你负责他们的形象项目。他们只是不了解真相。我们从事的是形象与公关工作，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让客户信任负责项目的人。可现在你自己已经成了舆论中心。我只是补了几分钟的妆。问题从来不是那几分钟，而是当所有人提醒你及时将到时，你依然只考虑自己的体面。公司决定终止你的试用期。你们要辞退我？今天办理离职手续。旭白，你连我的电话也不接了吗？你就是唐若薇？您是？我是周旭白的母亲，以后别再给他打电话。我儿子被你连累的还不够吗？被我连累？婚礼当天是他自己选择留下陪我的，所以我才想亲口问问你，你明明不想嫁给他，为什么偏要毁掉他的婚礼？醒了，粥还有5分钟。你一大早在煮什么？红枣小米粥。怎么突然煮这个？你快到生理期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手机里有记录日期的软件。你偷看我的手机？上次你让我帮忙找文件，我无意间看到的。别这么看我，我只记了日期，其他什么都没翻。然后呢？顺便准备了一点东西。这些都是你买的？还有红糖，在厨房第2层柜子里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准备这些了？昨晚查的。昨晚？我不确定哪一种适合你，把评价比较好的都买了一份。你也不怕买错？买错可以重新买，总不能等你难受的时候再临时准备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觉得什么？你的考察期可以加1点分。加多少？看粥煮的怎么样？原来连粥都要参加考核。贺先生，不满意可以退出。不退出，我申请终身考察。贺景晨，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给我。你6岁就会写情书了？那不是情书，上面明明写着想娶我。拼音还写错了，别看了。原来贺总也有写错字的时候。 6岁写错几个字很正常，可是意思很清楚。那你现在会写对了吗？会，我想娶你，是要和你过一辈子的那一种。我们已经结婚了，笨蛋。是啊，真的结婚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忽然觉得我有点傻。你傻？你见过哪个正常人会为了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回头的人，提前3年准备婚礼？3年前，你3年前就开始准备，可那时候我还准备嫁给周旭白。我知道。你就不怕我永远都不会回头？怕，别怕准备的婚礼永远一辈子的，都只能站在你看不见的地方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等？因为留下来等你，总比彻底离开你要好。贺景深，以后我都不会走了。怎么突然这么紧张？你说不走的时候，我的心脏好像停了一下。
现在恢复了吗？恢复了，往后的每一项线条都补给你。紧张？有一点。怕什么？上一次见这么多贺家亲戚，还是在祠堂，当时他们恨不得把我从头到脚审一遍。上次我们是不是赢了？是爷爷赢。爷爷站在我们这边，也算我们赢。你倒是会计算。放心，今天你是小主角的妈妈，谁还敢让你不痛快，我就抱着儿子去他家哭一整晚。孩子是被你这么用的？合理利用自身优势。走吧，带他们看看我们的儿子。恭喜晋升，恭喜熠熠，小少爷满月了。这孩子长得真精神，一看就像金生小时候。他刚出生的时候，大家还说像小猴子。说这句话的人是你，你也同意了？当时没敢反驳。熠熠，这是给孩子准备的礼物。谢谢三婶，孩子长得真像景深，大家都这么说。熠熠，爷爷，这是我亲自让人台子打造的长命锁，足金的。爷爷，最后3个字可以不特意强调。你懂什么？给我重孙子的东西，当然要用最好的。熠熠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景深这小子要是照顾不好你和孩子，你就告诉爷爷，我替你收拾他。爷爷，今天这么多人，多少给我留点面子。你儿子都有了，还要什么面子？祠堂那天，他们曾经质疑我有没有资格进入贺家。如今，我不再需要证明自己配不配站在这里，因为家从来不是五谱上的一个名字，而是无论发生什么，都有人坚定地站在你身边。在想8点58分。怎么突然想到那天？那天以前，我一直以为错过吉时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。现在呢？现在才知道，我没有错过吉时，只是换了一条路，走到了真正属于我的人生。那我呢？你什么？我算不算属于你的人生？还在考察期，孩子都满月了，考察期还没结束，所以你要继续表现。好，一辈子够不够？勉强够了。许之言，走吧，我带你去结婚。那一天，他准时出现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让我独自等待。